一款神秘的专利可能揭示出隐身垂直起降板歼十的存在。那么这飞机有可能登上076登陆舰吗？大家好，我是石涛。最近网上一款专利被大家爆出来可以说是引发了热议。那么在这款专利的说明里面特别这个说明图片里面，我们看到了一款类似于隐身改进版歼十的这么一个飞机，但这个飞机更特殊的是，它装有2台串列的发动机。那么前面那台发动机呢，通过这个机背进气口进气，那么通过一个叫做裤腿型的排气管形成向下的排气，而后面一台发动机呢，则是通过我们更熟悉的这种叫3轴承喷管实现推力矢量的转换有点类似于雅克141和这个 F-35的这个尾喷管。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配置呢，这台双发的这个飞机能够实现垂直起降。可以说这种天马行空的专利发明确实是在世界飞机的发展史上是不多见的。利用这样的一种发动机串列实现垂直起降的方式呢，可以很好的实现飞机性能的一个平衡。特别是考虑到咱们目前的航空发动机事业还支持不起类似于美国这个 F135如此优秀的一个发动机的这么一个实力，因此呢，把这个发动机的难题拆分成了2个更简单的这么题目来做，那么相对来说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那么在这一款说明图里面，我们看到这款飞机的外形也让人觉得很熟悉，它确实是有那么一点像咱们的歼十采用的是腹部和背部同时进气但是呢，在外形上这款飞机呢又出现了很多隐身化的特征，那么确实有点像之前军迷口中口耳相传的所谓歼十的这个隐身改进型当然了，歼十的隐身改进型是否存在，咱们不做讨论。但是这一次专利的这个说明图里面，这款飞机的现身，可能说明中国的科研人员很早就在考虑一款相对轻型的，但是具有隐身和垂直起降能力战斗机这么一款构思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之中呢，这个对地支援打击任务是非常的繁重的。那么之前就有人提议，我们应该设计制造自己的垂直起降战斗机，实现类似于美国 F-35B 那样的功能，然后呢，通过咱们的航母或两栖舰上的这个搭载呢，能够实现快速的对水际滩头重要实敏目标的打击。但是咱们要说回来，目前正在建设的这个所谓076型登陆舰它可能并没有考虑与垂直起降战斗机的一个配合问题。那么道理呢很简单如果装备垂直起降战斗机，那么076呢就不会像网络传说的那样搭载所谓的电磁弹射器如果这样做的话呢，那岂不就是这个画蛇添足了吗？对吧？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目前的076设计还是立足于我们现在手头已有的或者即将拥有的一些装备进行的脚踏实地、扎扎实实的这种建造。那么未来076可能会用弹射器来配合包括了无人攻击机，包括了有人的战斗机等等在内的一系列的这个打击平台，来实现对这个海岸上、海滩上这些高价值目标的打击任务，而不是苦等着这个垂直起降战斗机的研发成功。另外，我们也要说，垂直起降战斗机一直是人类梦想中的一款这个非常理想的兵器但是呢，在研发中我们也要实事求是的面对这个地心引力的这么一个客观事实确实这个研发难度还是很大的。另外呢，在垂直起降战斗机上，如果还要兼顾一定的机动性，另外就是兼顾隐身能力的话，那么这个飞机的设计的掣肘那是更多的。我们看到 F-35B就是这么一款在各个约束之下、重重约束之下设计出来的战斗机，它的性能只能说相对来说就是相对够用的一个水平，比起F-35A 和 F-35C 其实都是有很多短板的。因此我们说，有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专门的用途来设计制造一款垂直起降战机，它的效费比如何，它的这个使用前景如何，本身是值得我们打一个问号的。当然了，咱们的科研人员对航空科技前沿的探索是不会止步的，
也不会简单受限于咱们的目前的条件啊。这个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啊，在评价未来我们航空科技发展的时候就说到啊，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航空发展的自由王国，前面已经没有我们的领路人了，需要咱们科研人员自己来探索未来发展的道路。相信以中国科研人员的这个智慧水平，我们未来一定会有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新概念飞行器出现。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交流，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咱们下期再见。